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粉巴親子桌遊頻道，我係粉巴。大受歡迎嘅 Nemesis 復仇女神號，憑住恐怖嘅異形主題，再加上互相背叛嘅玩法，令到遊戲獲得空前成功。接連推出多兩個怪物擴充之後，終於推出一隻全新嘅續集 Nemesis Lockdown。今集故事將會由太空船移師到火星基地，玩家要喺有限嘅時間之內完成各自嘅任務，並且逃出基地。但係當然事情唔會咁簡單啦，新類型嘅異形會暗不提防喺黑暗之中偷襲你，並且會進化成更高等嘅種類，為嘅係唔會俾你有命離開。不過明槍易擋，暗箭難防，比異形更恐怖嘅，可能就係同你共生死嘅同伴。你永遠唔會知道佢會唔會喺最後關頭出賣你。喺 Lockdown 呢一集，除咗加咗好多新角色、新地圖、新道具，仲加入咗開燈同埋坐電梯，玩起上嚟呢更加貼合主題啊！而且今集加入咗 Contingency Token， 即使你以為自己做齊任務入咗救生艙，都唔一定贏㗎，因為你仲要喺過程之中推敲出遊戲嘅最終勝出條件。由於篇幅所限，我會將 Nemesis Lockdown 嘅教學分成兩集。第一集就係今集，我會重點講解遊戲嘅基本玩法。但因為遊戲有好多細規則，為咗令到遊戲教學更加精簡，嗰啲細規則你可以留意第二集嘅實際遊玩片段。片段已經拍咗㗎啦，好快咧都可以上載俾大家睇。所以如果你想第二集一推出嘅時候第一時間睇到，就即刻訂閱我嘅頻道同埋撳旁邊嘅鈴鈴啦。好啦，可以開始教學啦。為咗方便介紹，我會用 TTS 同大家講解嘅。TTS 即係 Tabletop Simulator， 你可以理解為一個桌遊嘅電腦模擬版。喺疫情期間咧，真係非常之重要㗎。如果你有興趣，都喺 description 裏邊咧揾到下載嘅連結。不過佢唔係免費㗎。遊戲設置我會簡略咁說明嘅。咁首先每人攞翻自己嘅 player board 啦，攞翻去嗰沓嘅 action card 啦、health card、quest item card， 每人抽一張 personal objective card 同埋 corporate 嘅 objective card。咁就將你個人咧就放喺對應位置嘅。如果你係 Lightweight 或者係 Survivor 就放喺 Isolation Room 啦，又或者如果其他角色嘅話就放喺 Repository 呢個位置嘅。將完穿刀 token 按住呢個嘅數量去預備好之後咧，將佢放晒入個袋裏邊。咁我哋圖版有兩面嘅，你先用呢一面先，因為比較簡單啲。然後按住每一個板塊寫住嘅羅馬數字1或者2咧，就去隨機分發對應嘅六角形板塊上去。咁然後喺上面咧就隨機派一個問號嘅 Exploratory Token， 將 Time Marker 放喺15呢個位置，紅色面向上。CSS Port Token 全部隨機放置喺呢幾個位置。將唔同嘅卡搭咧洗勻擺好。喺電腦 deck 嗰度咧開一張打開，將其餘嗰5種嘅 crafting 嘅 item card 咧就打開分類放置。另外咧準備一個 scanner， 喺地圖嘅左上角放置一個 contingency token， 然後每人抽一個 contingency token 冚埋自己睇，跟住將剩低嘅 contingency token 放喺 alert room 對上呢一個位置。將電力 token 隨機放置，1號同2號嘅 token 咧就係藍色面向上，即係代表有電。3、4號係紅色面向上，即係代表冇電。將5隻異形蛋放喺呢個實驗室圖版上面，抽3張異形弱點卡，最左邊嗰張打開。每人咧就放置自己 knowledge token， 空嘅屏咧就向上嘅。如果你係 Lightweight 或者係 Survivor 就放喺3號，其他人就放喺1號位置。揀一個人做 first player， 然後每人咧抽5張牌咧，遊戲就可以開始啦。咁遊戲總共有分玩家回合同埋事件回合嘅。喺玩家回合，每人有2個行動可以做，行動總共有5大類。第一類就係使用手牌，第二類就係使用 player board 上面嘅 basic action 或者係 careful movement， 第三類就係發動房間功能，每塊房間上面都有寫佢嘅功能嘅。第四類就係用物資牌，第5類咧就係使用電腦卡。當所有玩家都叫咗 pass 之後，咁玩家回合就會結束，進入事件回合。咁事件回合咧，我會喺稍後再講解嘅。不過咧，為咗令到大家更加容易吸收咧，我唔會順次序咁去講解頭先各個玩家回合可以做嘅功能嘅。我會優先講最常用同埋最重要嘅行動，其餘唔係最重要嗰啲，我會擺喺後面或者會直接略過嘅。
好，第一樣嘢就係移動。你只要打出任意一張卡牌，就可以由你身處嘅房間移動到隔離嘅房間。第一樣嘢你要 check 嘅就係有冇一個異形同你一齊。如果有嘅話，你就要先做出逃出呢一個行動。不過呢部分呢，我稍後會再講嘅。假如你冇異形同你同一間房嘅話，你就可以去到隔離間房。如果佢未打開嘅話，就將佢翻開。跟住呢，上面嘅問號 token 呢都跟住翻開。呢個問號 token 呢會指示你呢一個板塊呢究竟有幾多件物資可以搜尋嘅。譬如呢個板塊呢，佢上面寫要3嘅話呢，我哋就要將呢一個箭嘴對住3呢個位置，咁我哋就將佢旋轉放置就得啦。好，咁另外呢，佢上面仲有一個指示你房間有啲咩特別嘅狀態嘅。譬如有啲係壞咗啊、起火啊、中黏液啊等等啦。咁呢部分你只要跟住做，跟住放置就 OK 㗎啦。當你放置完物資同埋呢個特別狀態之後，呢塊問號 token 咧就唔需要，我哋掉咗佢啦。咁假如呢間房咧係冇任何同伴嘅話咧，我哋需要擲呢一粒黑色色或者係叫做 noise roll， 擲咗佢之後咧，就睇佢個色面嘅數字係乜嘢。如果我擲到嘅譬如係呢個2嘅話咧，我哋要放翻一個聲音 token 對應嘅位置。如果係放喺2號嘅話咧，即係話佢放喺一個通風口，咁我哋就會放置喺呢一個嘅位置。如果佢係擲到係其他數字，譬如1啊，我哋放呢個位置啦，如此類推。色紙上面除咗1、2、3、4之外咧，仲有 X 啦，同埋個爪嘅。咁 X 同爪嗰個代表意思咧，我會喺稍後咧會再同大家詳細解釋。咁講翻啦，假如有同伴喺另一間房嘅話咧，我哋就直接行過去就可以嘅啦。我哋唔需要咧擲嗰個黑色色嘅。好，假如你擲咗個色紙需要放置聲音 token 嘅時候，發現嗰個聲音 token 已經放置喺個走廊嘅話，即係話你要將會放第2個聲音 token 落去同一個位置嘅話呢，咁就會引發呢異形出現嘅。咁我哋就會喺呢個異形嘅袋裏邊呢個隨機抽一個板塊出嚟。假如你抽到係呢一個Creeper 嘅話呢，咁我哋就會將 Creeper 嘅一個 miniature 呢，我哋就會放置喺佢對應嘅位置。就喺呢度啦，咁然後咧，我哋就會將呢一塊 token 咧，我哋會反轉啦。咁睇一睇咧，呢一個角色佢喺呢一個房間開咗呢一隻怪獸嘅話咧，佢身處嘅樓層係屬於有電定冇電嘅。咁譬如佢呢度佢係屬於有電嘅話咧，佢就要檢查一下你手牌夠唔夠1張。如果你夠1張嘅話咧，呢隻 Creeper 咧，佢唔會對你進行一個突發嘅攻擊嘅。咁但係假如你身處嗰個樓層係黑暗嘅話呢，咁你就要做下面呢一個嘅手牌檢查。咁當然啦，如果你係唔夠呢個數目嘅話呢，咁咧佢就會作出一次嘅攻擊嘅。咁佢攻擊呢，就會喺佢嘅現穿得attack card 嗰度呢，就會開一張牌出嚟啦。我哋就會檢視一下呢，究竟呢張牌上面第一呢度有冇對應嘅異形嘅 logo 嘅。咁譬如佢係 Creeper 嘅話，即係話係有啦。咁即係話呢隻 Creeper 咧，佢就成功咧對你做咗一個嘅攻擊。咁攻擊嘅效果咧就睇翻下面嘅文字。如果你個攻擊係喺個黑暗嘅狀況裏邊咧，除咗做完呢個之外咧，亦都需要再加埋呢一個黑暗效果嘅攻擊嘅。好，當異形出現同埋處理完偷襲之後咧，呢一個嘅 token 咧就唔需要噶啦，我哋掉埋一邊。然後我哋將所相鄰嘅走廊嘅所有聲音 token 我哋都會全部移除嘅。咁通風口嘅處理方法咧都係一樣嘅。假如你係再次擲到通風口個數字，譬如你擲到2嘅話咧，你係需要咧再放置喺個聲音 token喺呢個位置咧。但係當佢有2粒嘅話咧，佢仍然會召到異形出嚟。咁我哋就會將呢一個聲音 token 移除啦，同埋其他嗰啲聲音 token 咧都會拎走，然後喺袋裏邊咧抽一個異形咧放喺呢一個房間裏邊嘅。假如你唔想有機會咧要抽袋嘅話咧，咁你另一個方法咧就係去用 Careful Move。Careful Move 就係你棄2張卡咧就可以直接移動到你相鄰嘅房間，然後你就唔需要再擲黑色嘅粒色，你就將一個聲音 token 放置喺你自選嘅相鄰走廊嗰度。咁譬如呢度有一個，呢度有一個，咁我就唔揀放呢度啦，咁我就放置喺4號呢一個位置，減少你呢個回合會中到異形嘅機會啦。咁講下搜尋呢個功能。如果你想搜尋一間房間物資嘅話，你就需要打出一張搜尋嘅牌，即係 search card 啦。
咁你就喺嗰間房間咧要 check 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就係有冇異形，如果有異形嘅話，你就正處於戰鬥狀態，你係唔可以搜尋嘅。第二樣嘢就係檢查一下呢塊板塊上面箭嘴指住嘅數字係唔係大過零。如果佢係大過零嘅話，即係話佢有物資可以俾你揾到。如果佢箭嘴指住零嘅話，即係裏邊已經冇物資可以揀啦。咁所以你要打出手牌之前咧，要 check 咗呢兩樣嘢先。你要揾嘅物資就係喺個房間板塊角落頭呢度有個圖示嘅，咁就對應嘅牌搭嗰度咧，你就去攞翻你想要嘅牌。咁如果你係綠色嘅，咁你裏邊咧就抽2張，然後咧自己睇完之後咧就揀一張去 keep。當你攞咗物資卡之後，記得要將呢個板塊咧旋轉減1格，即係由1咧就減去0。如果攞咗個物資上面係有呢隻手嘅符號嘅話咧，即係話咧呢個係一件寵物嚟嘅。咁寵物咧必須放喺右手或者左手卡槽嘅位置。每人咧最多只可以攞2件寵物嘅。咁假如呢件武器，譬如呢度寫1 over 2，即係話咧佢最多係2粒子彈啊，但係依家咧佢已有1粒㗎啦。咁你就喺側跟咧攞一粒紅色嘅 clip 咧就放上面，即係代表咧佢有1粒子彈可以用嘅。每間房咧都會有自己嘅獨特功能嘅，每一個咧都好重要。但由於片長所限咧，我唔會逐間房咧同大家詳細解釋嘅。基本上你睇到個房間名同埋喺下面嘅描述，大致你都知道個功能係咩啦。咁如果詳細嘅話，你可以睇翻說明書。你只要打出2張嘅手牌嘅話咧，你就可以發動一次嘅房間功能嘅。不過你要留意翻咧，嗰間房咧有冇發生故障，即係冇 function。如果你有呢一個嘅marker 喺度嘅話咧，嗰間房嘅功能咧就唔能夠使用。你一定要先使用呢個 repair 嘅手牌啦，又或者使用啲物資卡，譬如呢個 tool belt，你先要維修咗呢間房間，移除咗呢個冇 function 嘅 token。而你移除咗呢個 token 嘅話咧，你就可以發動呢個房間功能啦。另外咧，如果有異形同你喺一齊喺呢間房咧，你都唔可以發動房間功能嘅，因為你正處於 in combat 嘅狀態。咁如果好不幸咧，你同一隻異形同處一室嘅話咧，咁你有2個選擇嘅，一就係可以打佢啦，二就係逃走嘅。咁而家先同大家講下打佢係點樣處理。你可以攻擊佢咧，就使用任何一張卡牌啦，打出嚟，你就可以發動一次嘅攻擊。如果你手上係有武器嘅，你可以直接去射擊佢。如果你冇武器嘅話咧，你就需要用赤手空拳去打佢嘅。咁先講射擊。如果你有武器，而且上面有子彈，即係紅色 clip，咁你就可以棄咗呢一粒 clip 咧，你就可以咧向佢發出一次攻擊嘅。咁我哋就要擲一粒骰仔。咁骰仔咧總共有幾面嘅，咁一面咧就係空白，即係話咧你係打唔中啦。如果你擲到個骰仔係有一條尾嘅，即係話咧你對住 lava 或者 creeper 就打得中，但係對住 Adder 或者以上嘅級別咧就打唔中嘅。如果你有2條尾嘅，咁即係你對 Adder 或者以下嘅級別咧係打得中，以上嘅級別咧係打唔中嘅。咁如果你打咗呢個咧，就任何級別咧都可以打中1 hit，即係扣1血。呢個咧就可以對任何級別咧扣2血。咁其實擲骰之前咧，你要睇下你身處喺有電定冇電嘅。如果你係冇電嘅，你先要擲紅色骰嘅；如果你係有電嘅，你就擲藍色骰，即係叫 advantage dice。你攻擊嘅時候咧，擲呢粒骰咧係會有好處嘅。咁其他骰面咧就因為相似咧，我就唔會詳細再講啦。咁主要講呢2個骰面嘅。咁呢個骰面即係意思話，如果你再俾起一張卡嘅話，你就可以加1點嘅命中啦。如果你呢度有1點命中，再加起一張卡嘅話咧，可以 total 有2點嘅命中嘅。咁假如你個武器係冇晒子彈啦，又或者你根本冇武器嘅話，而你亦都好想打異形，咁你就決定憑勇氣去打嘅話咧，係好大嘅風險嘅，代價都唔少。咁我就唔係好建議大家咁做嘅。咁但係即係你好需要嘅話，你係可以咁樣做嘅。咁首先咧，你未擲骰之前咧，你先要攞一張感染卡，擺喺你嘅棄置 action 卡個牌堆裏邊，然後咧就擲骰。咁擲骰嘅結果大致上咧，同你用武器係差唔多嘅，除咗2樣嘢。第一樣就係如果你打中咗係 miss 嘅話咧，你係要攞一張重傷卡嘅，即係呢一張翻開佢。咁呢個就會係你新嘅影響嚟嘅。OK， 咁如果你擲到2點命中嘅話咧，你只會計1點命中嘅啫。如果你打 lava 嘅話咧，你可以直接
KO 佢㗎啦。如果係 Adult 或者係 Creeper 級別嘅話，你就需要翻開一張現穿特 Attack 卡，卡上左上角呢一個位置嘅數字咧，就係當前呢隻異形嘅血量嘅。如果你扣咗佢血量，譬如你啱啱扣咗佢1血，咁總共咧佢而家係2嘅話咧，如果呢個數字係大過或者等於呢一個嘅數字，咁就係話咧呢隻異形咧就俾你殺死咗。咁但係當呢隻異形係唔夠呢個數字嘅話咧，咁即係話佢未死，咁佢就會仍然留喺場上。如果佢死咗，你就將佢咧移除，擺一個屍體嘅 token 咧喺個房間嗰度。如果你打嗰隻係 Queen 或者係 Bidder 嘅話，你就要翻開2張 Enchanted Attack 卡，將呢2個數字咧加埋，先至係等於佢依家嘅血量嚟嘅。咁當然，如果你要等於或者大過嘅話，你先至可以殺死佢啦。如果你翻開嗰張卡上面係有一個箭嘴，即係或者異形都驚咗你咧，佢要走佬啦。咁你就要打開另一張Event 卡，翻開去睇下佢上面呢個位置指示佢向相鄰嘅邊一條走廊度走咗去。咁譬如依家佢話俾你聽，佢會向住4號走嘅話咧，咁即係話呢隻異形咧會經過4號走廊咧去到另一間房間。咁假如你唔想同佢打嘅話，你另一個選擇咧就係逃走啦。咁逃走咧就好簡單，你翻開一張 Enchanted Attack 卡，睇下卡上面顯示呢一個位置嘅異形級別係唔係等於呢一隻異形嘅級別。如果佢唔係嘅話咧，好似呢張咁咧，咁就恭喜你啦，你就可以成功逃走。咁你就可以揀你想去到邊一條嘅走廊啦，去另一間房間。咁如果你翻開嗰張牌有呢一個異形級別嘅圖案嘅話，咁就冇彩啦。呢隻異形咧就會攻擊你一次，咁佢攻擊你就跟翻咧呢張嘅文字效果去處理。咁同樣啦，如果佢喺黑暗之中嘅話咧，你都要做埋下面呢部分嘅。面對住咁恐怖嘅異形，死係好正常嘅。特別喺 Nemesis 裏邊咧，大部分玩家咧都係好大機會會戰死沙場。咁只要你食咗3張嘅重傷卡，如果你再食多一個輕傷，又或者你再攞多一張重傷卡嘅話咧，咁你就即時會死嘅。你就移除你嘅人物啦，然後咧就喺你嘅死亡現場咧放置一個屍體嘅 token， 咁你就完全地 out game。呢個遊戲咧，你係唔會再有機會參與噶啦。咁呢啲異形同埋人類屍體留喺場上面有咩用呢？咁其實咧，你可以用一張牌，你可以用一個執寵物嘅功能咧，將佢哋執起，擺喺你嘅 player board 上面嘅。呢啲屍體同埋異形蛋啊，或者人類屍體咧，其實係可以攞去實驗室嗰度咧去化驗嘅。咁你去到實驗室嘅時候咧，就將你嗰個屍體咧就放喺呢一啲 Analysis Object 呢個位置，咁你就可以提升3格你嘅知識啊。咁如果你過咗呢個水平，譬如5或者去到8呢個位置咧，你就可以翻開一張新嘅異形弱點卡嘅。咁多咗異形嘅弱點，咁你能夠打得贏佢嘅機會咧都會高啲，你生存嘅機會率咧肯定會大好多。咁每個角色都會有10張獨特嘅卡牌組，有5張咧係大家都一樣嘅，即係呢5張包括有搜尋啦、interruption 啦、repair 同埋呢個爆破嘅。咁另外嗰5張咧就每個人咧都同其他人咧係唔同嘅。咁因為咧個功能咧都有好多唔同啦，咁所以就唔會逐一解釋嘅。咁基本上你只要睇翻文字效果，你就大概明白㗎啦。咁最後會介紹剩低幾個行動嘅。咁第一咧就係控制電腦啦。只要你喺一間房間上面係有呢個電腦標示嘅話，而呢間房喺處於有電嘅樓層，你就可以發動電腦卡嘅效果。咁電腦卡咧有一張面向上嘅，咁你就可以起一張牌，可以喺呢3個行動裏邊咧揀一個去做。但係假如呢間房係有故障嘅，又或者呢間房係冇電嘅話咧，你都唔可以用電腦卡呢個效果嘅。當你用完電腦功能之後，就將呢張面朝上嘅卡牌咧就去 discard 啦，然後咧開過另一張新嘅卡牌。咁第二個可以做嘅行動咧就係使用物資卡。首先有前提就係嗰張物資卡上面咧有冇呢個禁止用槍呢個符號，即係話咧你係 not in combat， 你必須要唔喺同異形同一間房嘅時候咧先可以發動嘅。咁如果 OK 嘅話咧，你就可以咧棄一張卡。就可以用呢一張物資卡上面嘅文字效果。當你用完之後咧，就棄掉呢張卡就可以。你都可以 crafting 嘅 crafting，即係製造一啲新嘅物資。
只要你按住 Pairbot 上面呢啲嘅圖示，你就可以獲得呢一啲相對應嘅生物資啊。譬如我有一個呢個螺絲批，再加一個電嘅話呢，我就可以獲得一件 Teaser。你只要棄咗呢兩張嘅物資牌呢，就可以換到呢張牌㗎啦。你同另一個人喺同一間房嘅時候，你可以同佢交易物資卡或者交易一啲東西，即係一啲 object，譬如屍體啊或者彈。但係咧就唔可以交易子彈嘅，雙方一定要同意先可以交易嘅，就絕對唔可以咧單方面去強搶人哋嘅物資。嗱，玩家行動部分咧簡單介紹咧就係咁多啦。不過仲有好多細規則咧，其實係未講嘅。對新手玩家嚟講咧，的確幾難一次過咧去消化得晒。所以咧，我建議大家咧最好由玩過呢個遊戲嘅玩家咧嚟到帶咧，會比較容易吸收嘅。當然啦，如果你玩嘅時候你唔明嘅話咧，你係可以再睇翻呢條片，又或者你再睇翻說明書。咁好啦，咁我哋完成咗第一部分嘅玩家回合啦。咁接住落嚟就會講下事件回合啦。當玩家做完兩個行動之後，就會到順時針方向嘅下一個玩家。咁如此類推，直到所有人都叫咗 pass 之後呢，玩家回合咧就會結束，進入事件回合，即係 event phase。event phase 咧總共有7個階段嘅。不過你可以放心咧，你只要跟住呢一張 reference card 咧，上面有晒所有你需要知道嘅行動步驟㗎啦。我第一個階段咧就係發射 CSS 啊。CSS 即係 Cargo Sending System， 咁簡單啲講即係逃生艙。如果你嘅 Time Token 咧，佢未到 CSS Token 嘅上面嘅話咧，咁呢個階段咧就直接跳過。但係如果呢個 Time Token 係喺 CSS Token 嘅上面嘅話咧，咁呢一個階段你就要反開呢一個 CSS Token， 睇下佢翻出嚟，佢係話會發射邊一個定係唔發射邊一個嘅逃生艙嘅。咁如果翻出嚟係呢個係 A， 而你咧又已經咁啱啦入咗去呢個逃生艙 A 嘅話咧，咁咧你就已經彈射成功，咁啊離開咗呢個基地，唔使同異形咧繼續玩異獸戰啦。咁其實要點樣先可以入到 CSS 咧？嗱，你咧要喺 Time Token 喺 CSS Token 指住嘅呢一個回合裏邊嘅時候，你就要入到 CSS A、B 或者 C 是但一間嘅房，入到去個倉嘅時候就揼2張牌，就可以入去 CSS 相對應嗰個嘅逃生倉，即係呢一個位置。因為呢個係 A， 咁所以咧就翻去 A 呢一個位置。咁記住啦，每一個逃生艙咧只限一個人先到先得嘅。嗱，頭先就話如果你成功發射，咁即係咩意思呢？咁即係話其實你有機會咧係發射失敗嘅。咁當你翻出嚟嘅 CSS Token 當唔係呢個 A 啦，係呢個 C 嘅話，而你又入咗去 A 倉嘅話，咁就慘啦。咁即係話咧，你今次就失敗，彈射失敗。咁咧你就需要咧離開嗰個逃生艙，翻去頭先你嗰個房間嗰度。咁而且你需要咧食一點嘅輕傷嘅，將 Time Token 向前移一步。喺呢個時候，我哋首先會檢查有冇發動呢個自爆程序嘅。咁呢部分稍後會再講。咁另外會檢查有冇經過一啲紅色嘅線啦，又或者一啲藍色嘅線嘅。咁呢個咧就會關涉呢個電力系統嘅運作嘅。咁而家都會詳細同大家介紹一下。咁每一層咧都有啲 Power Token 嘅。見到呢度有4個嘅 Power Token 啦。咁你見到佢係藍色嘅話咧，即係代表佢有電；紅色咧即係冇電。有電嘅話咧就有光，有電亦都可以咧開到電腦啦，同埋攻擊嘅時候咧可以用藍色嘅Advantage Dice， 亦都可以喺 Noise Removal 階段嘅時候咧移除一啲 Noise Token， 而且唔會遭遇任何卡牌或者係遠穿得 Token 上面嘅黑暗效果。但如果你冇電嘅話咧就冇光，冇光就唔可以用電腦，同埋角色咧會身處黑暗之中，好大機會咧會得到咧非常多嘅負面效果嘅。要發電有2個方法，第一個方法就係發動呢個 Power Generator 發電室，發動佢嘅房間技能，掉2張牌就可以發動佢房間技能，咁就直接將嗰層樓嘅 Power Token 咧去反轉嘅。第二個方法就係喺後備電源室 Backup Power Supply 去 restore 佢嘅 power， 重置佢嘅電力供應嘅。個做法咧就係將最低號碼嗰2個 Power Token 咧，就將佢反到去見到係藍色，即係呢2個，將佢咧反成
藍色。咁其他嗰兩個咧就反到去紅色。OK。咁然後你就可以任你嘅決定咧，去點樣調配咧所有嘅 power token 位置，即係話我想將呢個1號就搬上去上面，咁啊將3號搬去呢個 lift 嗰度，咁或者咧可以將咧2號咧調過嚟呢度同4號交換。OK。咁咧就按住你嘅意思，又或者你可以同同伴商量咧點樣去調配呢一啲嘅 power token 嘅。咁然後咧就要將呢一個嘅 time token 啦。OK， 將呢個 time token 咧就反至藍色。咁呢個 time token 都重要嘅，咁陣間會講。咁講翻 time track 呢個階段咧，如果呢個 time token 係紅色面，當呢個 time token 要經過紅色呢條線，又或者經過藍色嘅線嘅時候咧，你就要將最高數值嘅 time power token， 即係而家係4，佢係藍色咧，咁你就要將佢咧反到去紅色，即係代表呢個基地嘅電力咧下降。如果你個 time token 咧係藍色面嘅話咧，佢經過紅色嘅線咧係唔會引發呢個電力下降嘅，佢只會喺經過藍色嘅線嘅時候先會發動呢個電力下降，將最高嘅 power token反到去紅色嘅面。咁所以你要留意，如果你想保持有發電嘅話咧，你最好就盡快咧去發動呢個 power generator， 即係發電室嘅電力，將呢個 power token 變成藍色面。下一個階段就係 noise removal， 呢個只會喺有電力嘅樓層咧先會去做呢個檢查嘅。我哋就會揾下邊一間房係冇角色喺度，而佢相連嘅走廊咧係有 noise token 嘅話咧，我哋要將佢移除嘅。咁譬如我見到呢一間房裏邊咧係冇人嘅，而呢度咧有一個 noise token， 咁我哋就會將呢個 noise token 咧去拎走嘅。而呢一間房都係啦，咁所以呢個 noise token 咧我都會拎走嘅。但係因為呢間房咧係有人嘅，咁所以呢兩個 noise token 咧我哋就唔會移除嘅。咁同樣咧，我哋係唔會移除咧所有喺通風口嘅 noise token 嘅。下一個階段咧就係 intruder attack， 咁即係異形咧會攻擊所有喺同房嘅角色嘅。咁譬如呢一個喺同房啦，咁所以咧異形會攻擊呢個玩家池嘅。咁佢就會翻開一張嘅呢個 attack 卡啦，咁睇下佢係唔係有佢個種類嘅圖案。如果係嘅話咧，咁異形就會攻擊一次。咁之前嘅異形攻擊部分嘅解說已經講咗啦，咁所以咧大家就睇翻前段嗰個嘅解釋啦。Intruder fire damage 呢個階段好簡單，就係睇下邊一個異形身處嘅房間裏邊有火，咁嗰個異形咧就會扣1血。下一個階段就係事件卡，翻開一張事件卡，我處理啲異形嘅移動方向啦，同埋佢嘅特別事件嘅。咁喺事件卡嘅上端咧，你會見到左上角會顯示異形嘅級別，右上角會有個數值嘅，即係代表所有唔係同玩家同處一室嘅呢一個異形級別嘅異形咧，就會向住呢一個數值嘅走廊去移動嘅。舉例，譬如呢度呢隻異形咧，佢係屬於頭先嗰隻顯示嘅 Adult，OK， 咁所以咧佢係屬於嘅，咁佢就會向住呢個方向啦，即係話咧我哋會向住4號走廊移動嘅，咁所以咧佢會去到嚟呢一個房間裏邊啦。咁至於呢一隻咧 Creeper 啦，咁佢都係屬於呢一個指定嘅類別，咁佢就會向住4個方向啦，咁佢就會行喺呢邊啦。OK， 咁但係呢一度咧都有隻 Creeper 嘅，咁不過因為佢已經同緊玩家咧同處一室啦，咁所以咧佢就唔會移動嘅。如果佢要移動嘅方向嗰條走廊咧係有道門喺度嘅話咧，佢就會撞爛呢一道門。咁我哋會撞爛咗呢道門啦，咁然後咧佢就唔會過去隔離嗰間房嘅。如果隻異形需要移動嘅方向係通風口嚟嘅話咧，咁我哋就需要將呢個異形嘅 figure 咧就拎除咗，咁由我哋將翻去對應嘅異形 token 咧，咁我哋咧就會擺翻落去個袋裏邊嘅。咁你做完移動異形之後咧，就會睇下下面嘅文字效果嘅。咁我哋會先做上半部分啦。咁如果有人咧，佢係喺黑暗嗰個樓層裏邊嘅話咧，我哋就會做埋下面嗰個部分嘅。咁最後一個階段咧就係 Intruder Bed Development。咁我哋就會抽袋攞一個異形嘅 token 出嚟。咁呢部分其實就係將異形 token 袋咧去升級嘅。咁即係我哋越嚟越會有機會咧抽到啲勁抽嘅異形啦。
好，咁詳細咧，你只要睇翻呢張 reference card 咧就可以噶啦。完成晒全部7個階段之後咧，我哋就將 first player 呢隻貓咧就傳俾下一個玩家。每人咧可以棄掉咧剩低嘅手牌嘅。咁餘下咧，我哋就會將我哋呢度咧抽到去抽至5張。咁我哋咧就可以進入下一個玩家嘅回合啦。咁知道咗 how 之後咧，咁我哋就嚟了解下咧個 what 啦。咁遊戲目標好簡單，最重要嘅條件就係要生存啊！遊戲結束嘅時候仲在生嘅先會計算勝利條件嘅。如果你死咗嘅話咧，就咩都冇啦。所以你喺遊戲裏邊首先係要保命。咁保命嘅方法咧有3種。第一咧就係頭先有介紹嘅，就係入去呢個逃生艙啦，同埋要成功發射到。第二就係留喺呢個 isolation room， 即係呢個隔離室啦。而第3咧就係坐呢個火星車咧，就去到呢一個嘅 bunker。咁頭先講咗逃生艙，咁我而家就講下呢個隔離艙啦。隔離艙或者隔離室咧，就係呢一塊板塊啦。咁你只有咧喺你time token 去到8即係呢個位置嘅時候咧，你先要可以鎖自己入去呢個隔離艙嘅。又或者你呢個 alert room 咧，你有人啟動咗佢個房間功能嘅話咧，嗰個隔離室咧就可以打開㗎啦。咁喺第8格之前咧 time token 第8格之前咧，任何人咧都係可以入嚟呢個隔離室，但係就唔可以鎖自己入呢個隔離室裏邊嘅。咁你要點樣可以鎖自己咧？就係你棄2張牌咧，你就可以咧將自己鎖喺裏邊。但係你需要擲一次黑色色。如果你引到啲怪入嚟嘅話咧，咁呢一次行動即係失敗啦。咁如果你擲色之後咧冇異形入到嚟嘅話咧，咁你就成功，你就可以離開呢個遊戲，等呢個 end game 啦。至於坐火星車咧，你必須要身處喺呢一間嘅 exit room， 而大門咧呢個大閘咧係冇喺度嘅，即係已經開咗噶啦。房間裏邊咧係冇異形嘅話咧，咁你就可以符合呢個條件去棄2張卡，發動呢個逃離基地嘅功能。咁如果火星車仲喺度嘅話咧，你就可以坐車咧去 bunker， 咁你就可以成功安全噶啦。咁但係火星車會唔喺度嘅咩？係會㗎，有可能㗎。假如已經有一個玩家咧已經坐咗車過咗嚟 bunker 嘅話咧，咁你就冇車可以坐啦。咁同埋如果你想搞人嘅話咧，你可以用某張電腦卡嘅功能咧，遙控架火星車咧去移動嘅。咁佢可以離開呢一個 exit room 嘅話咧，去咗 bunker 咧，咁就大家都唔可以坐車過去 bunker 㗎啦。咁如果真係冇火星車坐，咁可唔可以再入去 bunker 咧？係可以嘅，只要你着咗呢一件嘅 Envelope Suit 嘅話咧，咁你就可以離開呢個基地，唔坐嗰架火星車咧，都係安全嘅。咁你喺 exit room 嘅時候咧，你要發動呢個房間功能離開啦，但你必須要擲一次黑色嘅色，睇下你會唔會引到異形出現。如果你成功嘅話咧，咁你就可以離開啦。但係如果你引到異形一隻嚟咗嘅話咧，咁你就失敗啦。記住啊，基地大門即係呢一個咧，係必須要打開先至可以離開呢個火星基地嘅。打開大門有3個方法。第一就係如果有第一個人死咗嘅話咧，呢道門咧就會自動打開。第二就係可以用某啲卡牌或者物資牌去打開嘅。第三就係自爆 token 咧已經翻至紅色。嗱，大門一旦打開咗咧，就絕對唔能夠再關上噶，咁記住留意啦。嗱，當你保到命啦，咁就講下任務啦。任務咧有2種，一種咧就係個人任務，另一個咧就係公司任務。一開始嘅時候，大家都會有呢2張任務卡。當有第一隻異形出現嘅時候，所有人咧就要喺呢2張嘅任務卡裏邊去揀一張秘密咁做。嗱，呢啲任務咧有啲就係要打開樓層嘅所有嘅房間板塊啦，有啲咧就係要 send signal啦，即係發射信號啦，有啲咧就要發現一啲異形嘅弱點或者破壞異形嘅巢穴，甚至咧有啲係要某個玩家咧要死嘅。嗱，詳細唔多講啦，你睇到卡牌自然就會明㗎啦。遊戲有3個結束方法，第一個係 time check 呢個 time token 去到最右邊呢個 S 嘅格，咁所有唔喺隔離室嘅玩家都會死亡，異形就會贏咗。嗱，當你要將聽個 time token 由呢個自爆裝置嘅 token 啦，你見到呢個啦，向前移1格嘅時候，
又或者所有嘅火災 token 咧已經全部用晒啦，呢個 pool 裏邊已經冇晒火災 token 啦。又或者所有某 function token 都已經全部放晒，不能夠再放下一個啦。你見到呢個 pool 咧已經零啦。咁呢個時候咧，基地咧就會爆炸。咁所有人就算你喺隔離室嘅話咧，都會全部死亡，異形們都會一齊死亡。第三，當只有最後一位玩家能夠做到保命嘅方法之後，遊戲結束，進入勝利檢查。嗱，喺呢度咧都補充一下自爆係咩回事啊？當有一個玩家喺呢個 cooling system 呢間冷卻房度用2張卡去啟動呢個自爆裝置程序嘅話咧，你就要將呢個自爆 token 黃色嘅呢一面擺喺依家 time marker 向前行第3格，即係呢個位置，即係中間咧會有2個空格嘅。咁記住黃色面向上。咁呢個時候咧，自爆程序咧係可以取消嘅。只要你喺發電室裏邊發動取消自爆程序咧就可以噶啦。當 time token 喺到咗黃色自爆裝置呢個 token 嘅時候，要再向前行一格嘅時候咧，咁你就要將呢個自爆裝置嘅反面就變成紅色面向上，放喺 time token 前面嘅第3格，亦即係呢一格。呢個代表咧自爆程序已經進入不能取消嘅階段啦。並且基地咧就會喺3個回合之後咧爆炸，而呢個大門咧亦都會同時咧會打開嘅。當遊戲進入自爆格嘅事件階段嘅時候，基地就會自爆，全員滅亡。另外，遊戲亦都有機會可以提前完結，只要有玩家喺 Alert Room 發動 Alert Procedure， 就可以讓遊戲提前完結。將呢個 Alert Token 就放喺當前 Time Token 嘅數字隨意嘅位置向下彎單啊。例如而家嘅 Time Token 就喺9呢個位置，就將 Alert Token 擺喺4個位置。只要 Time Token 咧去到4嘅話咧，然後咧喺 Event Phase 事件階段需要向前移動一格嘅時候咧，就會觸發 Endgame。當啟動 Alert Procedure， 隔離室咧就會即刻打開。咁你就將呢個房間板塊反轉，玩家就可以將自己鎖喺入邊，而唔需要等到 Time Token 喺第8格。嗱，補充一句啊，如果你鎖自己入呢個隔離室，你必須要做一次 Noise Roll， 即係要擲一次黑色色。如果你冇引到異形咧，咁你就成功；相反咧就失敗。所有生還玩家都要做幾個檢查步驟，先能夠決定邊個係最後贏家。第一就打開 Time Check， 最尾冚住呢一個嘅 Contingency Token。如果你滿足到呢個條件，你就可以繼續下一個步驟。但如果你做唔到，咁就已經完咗啦。呢個 Contingency Token 係今集新加嘅玩法，因為呢個終極條件可以令到玩家唔會因為自己安全求生而又做到任務咧，就一定會贏啦。你要喺遊戲過程裏邊咧，要推敲到底 Time Check 呢個 Contingency Token 咧，到底係邊一個，先可以稍為確定自己可唔可以勝出。咁要點樣去推敲嘅呢？你可以透過同其他玩家咧去交換情報啦，又或者咧你去 Alert Room 咧，你都可以咧去偷睇一 Contingency Token 同埋可以攞去走嘅。又或者喺 Archive Room 啦，或者用電腦嘅功能咧，都可以喺其他人或者公家 pool 嗰度咧去知道 Contingency Token 嘅情報嘅。但係咧絕對咧就唔可以咧揭開 Time Check 上面呢一個 Contingency Token 嘅。你可以用把口咧去講你嘅 token 嘅情報俾人聽啦，又或者你可以用張 reference 卡指俾人哋睇嘅。但係絕對咧就唔可以咧攞佢起個 Contingency Token 咧去直接俾人哋嘅，咁係唔得嘅。OK， 呢一張咧就係個 Contingency Held 卡。OK， 咁你如果用呢個嘅話，其實你可以推敲到咧究竟出邊個 Time Check 嗰個咧究竟係屬於邊一個嚟嘅。如果你已經過咗 Contingency Check 嘅話，咁就要檢查一下咧，你會有冇感染啊？咁就揾晒你牌庫裏邊所有嘅感染卡啦，即係 Contamination 卡啦，就將張卡咧擺喺呢個 Scanner 裏邊嘅。咁如果你見唔到 Infected 嘅字樣，就好似而家咁啦。咁當然呢個係電腦版啦，真實嘅話唔係咁樣見到嘅。咁呢個咧就話俾你聽咧，你係乾淨嘅，咁啊恭喜你啦，咁你就冇異形感染啦。咁但係如果你有一張牌咧擺落去嘅時候，佢話俾你聽咧係感染咗嘅話咧，又或者你已經有一個 lava
喺你個 PayAppBox 上面咧，咁你就要做一次嘅判定，將你所有行動卡同埋咧所有嘅感染卡咧都洗勻一沓，咁然後咧就打開頭嗰4張，如果裏邊係冇感染卡嘅，咁就恭喜你啦，幸運之神幫助你啦。咁但係如果裏邊有一張感染卡，嗱咁啊張感染卡裏邊係有冇 infected 咧係唔重要嘅，最緊要係你如果4張裏邊有一張係感染卡嘅話咧，咁你就輸啦。最後一個咧就係任務檢查，如果你已經做得到你嘅任務嘅話咧，咁你就翻開啦，俾大家睇下啦。咁如果你成功嘅話咧，咁就恭喜你啦，你勝出呢個遊戲。咁如果有多個玩家同時做得到呢個任務嘅話咧，咁就共同勝利。最後咧有幾個細 rules 咧都想同大家講嘅。第一咧就係電梯啦，電梯咧係今集嘅新功能嚟嘅，可以俾大家咧方便去穿梭樓層啦。玩家要用電梯嘅話，首先前提你就要嚟到呢一個電梯前面嘅lobby。咁咧就係 S010203嘅位置啦。咁你一定要確定佢呢一層咧係有電嘅，而且呢一層咧呢個位置咧等 lift 嘅位置係冇異形嘅話咧，咁你就可以花費一個行動掟一張卡咧去召喚架lift 咧過嚟呢個位置嘅。咁如果你入 lift 嘅話咧，你亦都可以邀請埋，如果你同一個位置都有其他嘅同伴嘅話咧，你可以叫其他同伴咧同你一齊入 lift 嘅。咁一個行動可以一齊做晒噶啦。咁然後你就花費一張牌嘅行動啦，你就可以移動呢一個 lift 去另一個樓層嘅。另一個細 rules 咧就係講關於 pass 啦。咁你有2個行動嘅，你可以揀咧做一個行動，而第2個行動係 pass。又或者你係完全做唔到或者唔想做任何行動咧，你可以嗌 pass 嘅。但係當你 pass 咗之後，你就唔能夠再做任何嘅行動啦。咁下一個細 rules 就係關於呢個爪啦。咁如果你揭開呢個 exploration token， 即係問號呢個 token 係有個爪符號嘅話咧，首先咧你呢一次咧就唔需要再擲呢個黑色色，你就直接睇下隔離房咧有冇異形。如果有嘅話咧，而且呢隻異形咧係冇同其他玩家一齊嘅話咧，咁你咧佢就會直接過嚟你嗰度噶啦。咁如果有多過一隻嘅話咧，就全部都移晒過嚟啦。咁如果走廊係有門嘅話咧，就將嗰道門咧就撞爆咗，而隻異形咧就唔會行過嚟。咁如果係冇異形嘅話咧，個處理做法咧就係將所有連結呢間房嘅走廊全部咧都放上聲音 token。至於黑色色嘅爪嘅符號咧，就基本上同呢一個 token 上面爪符一樣啦。好，下一個想講就係關於黏液啦。如果你中咗黏液嘅話，你就將一個透明嘅圓片放上去你嘅 PayAppBox 上面呢個黏液位置。如果你擲色嘅時候擲到 X 或者交叉啦，即係 silence 啦，咁你就要當佢擲到爪嘅咁樣去處理啦。咁當玩家喺有火嘅房間完成咗佢嘅回合嘅時候咧，嗰個玩家咧就會受1點嘅輕傷。咁你就將一個透明嘅圓片咧放喺 PayAppBox Light Wound 嗰個位置。當12個火 token 咧都全部放晒，而你需要再放一個嘅話咧，咁就代表咧呢個設施咧已經爆炸啦。咁遊戲即時又會結束。咁講下呢個故障啦。當呢個故障 token 咧喺房嘅時候咧，你係唔可以做房嘅 action， 但係你仍然可以做搜尋，即係揾呢個符號嘅 action 嘅。當10個故障 token 全部放晒，而你需要再放一個新嘅落去任何一個設施上面嘅時候咧，咁即係代表呢個基地又爆炸啦。咁遊戲咧會即時結束。咁講下關於輕傷同重傷啦。咁當你受到1點輕傷嘅時候，你就將一個透明圓片放喺輕傷1號呢個位置啦。咁如果你再受輕傷咧，就移落去下面呢一格。咁如果你就再受多次輕傷嘅話咧，就行到呢一格，你就要攞一張 Serious Wound 嘅卡啦。Serious Wound 咧總共有2個方法可以醫嘅。第一個咧就係叫 Dress， 即係呢個卡上面寫住 Dress 啦，即係包紮。你可以透過呢張嘅物資卡啦，又或者用 Emergency Room 咧都可以幫你包紮嘅。咁你就要將其中一張 Serious Wound 咧反轉啦。咁就代表卡牌上面嘅效果就無效，但係一日呢張卡仲喺度嘅話咧，都仍然計你有一張 Serious Wound 嘅卡嘅。咁至於 Heal 嘅話咧，就係可以將呢一張 Dress 咗嘅 Serious Wound 卡咧，去完全移除嘅。
又或者咧 Heal 嘅話，亦都可以咧醫好一點嘅低溫嘅。咁講下知識，即係 knowledge。咁知識水平咧都係遊戲勝利條件之一嚟嘅。你可以透過喺實驗室度化驗屍體，包括人類屍體啦，又或者咧係蟲嘅屍體啦，都可以提升咧知識水平3格嘅。咁你亦都喺 Archive Room 度去啟動啦，即係 activate 個知識啦，同埋咧去提升2格嘅。用電腦嘅某啲能力咧都可以提升1格啦，而喺發現巢穴嘅話咧都可以提升1格嘅。當你知識水平嚟到第3、第5同第8嘅話咧，你就可以咧打異形嘅弱點。咁只有你達到呢3、5、8呢3格嘅話咧，你先至可以咧用到異形弱點嘅。咁如果有一個玩家開咗一個新嘅異形弱點，但係你未到嘅話咧，你都唔可以用嘅。咁 activate 知識係咩意思咧？就係你去到 Archive Room 發動咗房間功能之後咧，你就要將佢呢個 token 咧反轉嘅。原本係咁嘅，咁你就將佢反轉啦。咁即係代表咧，你唔能夠再用多次 Archive Room 嘅房間功能啦。咁有啲任務咧都係需要咧，你係要 activate 知識先至可以完成任務嘅。每個角色咧，你都會有一張 Quest Item 卡，一開始已經有㗎啦。咁只有你咧滿足到呢個發動嘅條件咧，你就可以將呢張牌咧就反轉。咁反轉咗之後咧，就會俾到你一啲好處嘅。咁最後你補充下啦，遊戲圖版咧有2面嘅，背面咧係比較難嘅，建議你玩咗基本面先要嘗試。由於呢個地圖咧都會有一啲新嘅元素啦，咁為免影片咧實在太長咧，所以咧我就唔會喺呢條片裏邊介紹啦。咁大家可以睇翻 Rulebook。另外啦，如果你有入到 Kickstarter Exclusive 嘅話咧，你都可以玩到另一個族啦，叫做真菌族啦。咁玩法咧同之前一味咧就係追殺異形咧好唔同嘅。咁佢就會擴散去佔據成個嘅基地，你要喺佢佔據晒之前咧要去消滅佢哋。咁所以呢個難度都幾高嘅。咁如果你有興趣想了解呢個真菌族點玩嘅話咧，咁不妨留言話俾粉媽知道你好想認識呢一個族啦。咁我睇睇多唔多留言，如果多嘅話，我都可以拍一條新嘅片段咧，就講解下呢個真菌族嘅。咁遊戲亦都兼容咧第一集嘅 Nemesis 嘅，你可以用翻前作嘅角色啦同埋異形。不過有啲小規則咧，咁都建議你睇翻說明書啦。咁最後咁合作模裏邊咧比較特別嘅就係咧，你可以將死咗嘅同伴咧起死回生嘅。嗱，呢個算係咧 Nemesis 俾合作玩家嘅一份大禮啦。咁最後咧，粉巴都想評論一下呢隻遊戲啦。咁 Nemesis 呢款遊戲咧，咁我個人咧都係非常之喜歡嘅。咁一嚟咧就因為咧我好中意異形呢一個主題啦，二嚟呢啲遊戲玩法咧真係好貼 theme 啊。為咗求生咧，人人都各懷鬼胎，嗱又要合作又要彼此背叛，睇落去咧好似彼此要幫助啦，但係最後最重要嘅其實都真係只有自己唔好死，完完全全咧反映到真實嘅人性嘅。咁今集咧仲加入咗呢個 Contingency Token 咧，將前一集嘅即係做完收工呢一類嘅玩家咧就完全打面啦，令到大家咧要為咗最後勝出咧要花咗更多嘅心力咧先可以做到嘅。咁呢個的確係一個好方法嚟嘅。咁但係咧其實同時之間咧即係令到玩家要兼顧嘅嘢實在太多啦，要思考嘅嘢實在咧越嚟越多，越嚟越長啦變咗。咁缺點方面咧就真係有太多烏事啦，同埋太多啲好細嘅烏事。咁第一二次玩咧真係好容易忘記咧，同埋玩錯啊玩漏啊。咁但係當然啦，你玩熟咗嘅話咧，咁其實就唔係好難玩嘅。咁另外咧真係有太多配件啦，你見到啲就算我哋玩呢個 TTS 咧，都擺到成台都係。咁你諗下，如果我哋玩緊真實嘅時候，嗰張 board 係好大啦，跟住啲 token 有一堆啦，跟住啲怪又一堆 figure 啦，跟住自己每個人 pair board 有一堆唔同嘅卡啦，跟住有一堆唔同嘅 deck 啦，哇！實在咧淨係 set game 啊、分類啊，都起碼搞你即係4-5個字啊，半個鐘咁。咁當然如果你收納做得好嘅，你買埋煙術，咁開 game 咧真係會容易啲嘅。咁假如你真係想輕鬆玩啊，唔想知咁多規則咧，其實都有個方法嘅。咁就係玩電腦版嘅 Nemesis Lockdown 啦。咁電腦嘅 Steam 版咧就啱啱6月1號咧就啱啱推出咗啦。咁淨係睇遊戲畫面咧都已經令到你
完全沉浸喺呢個黑暗嘅恐怖氣氛裏邊啦。咁玩嘅時候咧，咁只要你點選你能夠點到嘅 option 啦，咁就可以冇 rules 入腦嘅狀態之下咧玩呢個遊戲啦。而且最重要係你唔使 set game 啊嘛。咁咧喺6月8號前咧，嗱我根據呢個網頁所講咧，就係6月8號前嘅話咧，你都可以咧享受呢一個特價嘅。咁特價咧就係25折，咁就係 early access，咁咧就係港幣66個7毫半啊。咁同埋咧，你買呢個遊戲，如果你喺14日內，如果你覺得唔想再玩嘅話咧，你係可以退款嘅，完全退款嘅。咁就不過你遊戲嘅時間唔可以超過2個鐘。根據我 check 下，如果我有錯就係更正啦。嗱，咁連結咧我都擺咗喺下面描述裏邊啦。咁有興趣咧想玩就自己去買啦。咁如果你都想粉巴咧去拍一條片係講話即係呢個 PC 版嘅披膚嘅話咧，咁你不妨留言話俾我聽啦。因為我自己就個人都唔係太多玩電腦 game 㗎啦而家。嗱，咁今集咧真係要講到呢度啦。咁因為時間已經非常之長啦。咁不過如果你真係睇完 Rules 都覺得唔係好明嘅話，想睇一次真人玩嘅話咧，咁就記得咧要 follow 粉巴呢個 channel 啦。因為咧我已經拍咗㗎啦，咁啊拍咗同啲 friend 一齊咧去玩一次嘅，咁啊都真係花咗好多心力去 set 機啊，去拍啊，咁片亦都非常之長啦，咁又要剪。咁所以咧，如果你好快想睇到呢條片嘅話咧，咁記得咧就要撳咗嗰個啷啷咧，咁就等呢條片一出嘅時候咧就即刻知道啦。咁就記得要 follow 埋我個 Facebook 啦，咁因為嗰度咧同埋 IG 啊都要你 follow 啊，因為咧我會成日喺裏邊咧去 update 大家咧，我嚟緊其實做緊一條咩片嘅。好啦，咁真係唔好再講啦。咁啊有機會大家就留言話俾我聽，你想拍啲咩片啦。OK， 好，咁就下次再見，拜拜。